的影片比较小众，所以比较难有流量带来的业配和广告收入。所以如果希望赞助我们，不论金额的大小都可以捐给我们哦。你可以扫描 QR Code， 或者是看下方的资讯栏，有玉山银行和 PayPal 的账号，可以方便您使用。谢谢你啦。Hello， 我们今天的练琴攻略6是要跟大家讲一些如何帮助你的肌肉可以放松的演奏的方法。常见的姿势错误，除了看今天的影片以外，你也可以看我上一次有拍一个记录6岁半的小朋友他学习状况，我调整他手的姿势的影片，也讲了很多相关的事情，大家可以参考看看。你演奏的时候速度要快，主要是靠白色的肌肉，就是爆发力的类型，而不是红色的耐力的类型。所以我们演奏的时候随时都是在爆发和放松之间做切换。通常大家看影片人家弹得好厉害，会误以为是弹得快动得快就好，然后指头有力会帮助动得快，可是事实上如果你放松的话才会帮助你动得快，因为这样子你一松开你就很容易重新启动，重新按下一个键的位置。有2个可以看得出来有没有放松的标准，任何的指头如果是翘着的话就是错，大拇指翘着然后其他指头在弹，或者是这里在弹的时候有指头是翘着的，这个就是错误。比较常见的是大拇指翘着。再来是任何锁死的关节就是错误，最常见的是手腕锁死，所以有的人他在弹琴的时候，他的手腕这样子凸起，或者是这样子。还有肩膀锁死，有的时候也会发生。然后锁死最大的特征就是僵在那里，你搬不动它，它是没有活动力的。接下来讲一下可以帮助你放松的2个动作。首先是找到你的手正确的放松位置，你把你的手放在膝盖上，不要直接放钢琴上，因为你的手一放到钢琴上，它可能已经去习惯做一个扭曲的动作了。然后拿起来看，这一个姿势，这个弧度就是你的手腕该有的弧度，然后这里也是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姿势。你用这个一样的姿势，把它放到钢琴上，试着这样子出力。出力的时候，就讲到第2个动作，你可以尽量用这一节来出力。举例而言，你这样子弹它，有看得到吗？这样子弹，我动的是第3指，第4指的，这样子弹，主要是这一节在动。常见的错误是动的不是这一节，而是整个这样子压。你看它这样子动得很小。想要用手腕压，你看我都是又僵硬，然后这里又没有活动度的。另外，当你找到这个姿势以后，你可能会发现你容易触键的位置是在指尖前面这里，所以你用这个地方碰琴键的时候，再配合上刚刚的这个地方去运动，那你应该会是很容易就正确的弹钢琴。接下来我们来讲几个常听到的迷思，就是很多人
会想说手上可以下面放一个什么鸡蛋，然后上面可以放铜板不要掉。可是我想要跟大家强调说，我们的演奏动作是一个动态动作，你不要用一个静态的形象来框架它。因为我遇过的学生，就是他的手静态是非常好看的，可是事实上他没有活动力，他就维持在非常好看的那个姿势，然后动得很慢。所以第一个迷思就是不要用静态来判断演奏的好不好，要看它动态有没有办法活动。还有常见的错误是，小朋友他们遇到2拍或3拍的长音的时候，老师就会要求正确，要他们的手指头弹2、3拍，然后把按键压住。可是他们的手指头会变成这样子一直压着，然后反而是一个不放松的状况。可是我刚刚有说过，你主要是要有那个爆发力，所以我通常会叫小朋友，你把每个音都弹短，然后每个音都这样子弹就好了。而不是这样子，然后一直出力，这个对演奏没有什么帮助。第3个常见的错误是，当你的肌肉还没有力气的时候，就使劲的想要让他的声音扎实。例如说，小朋友他的手还很小，然后弹古典钢琴的时候，其实压不太下去。还有成人的小指头也会有这样子的状况。我建议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，你按那个琴键，你都先轻轻压就好，他的声音不实也没有关系。你只要先轻轻的压，它就会慢慢的运动到那一块原本不太会动的肌肉，然后渐渐的强化起来，它就会变得有力。可是如果你一开始就用力压的话，就容易产生代偿作用，揠苗助长。大家对代偿作用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上网查看看。不过我先稍微简单的解释它在练钢琴的时候是怎么发生的。就是你需要用的那一个肌肉，例如说成人的小指头好了，它还没有力气的时候，你就硬是要它弹下去扎实，那你的手就会变成这样子去帮它。第一种错误，大拇指翘起来，或者是第2种是这样往下压，2种都不对。那你其他的这些肌肉，它就是进入一个一起出力使力帮它的代偿作用状况，结果变成是你需要练到的那一块肌肉并没有练到，所以那一块肌肉它也没有要变强壮的意思，是你别的肌肉变紧了。因此让代偿作用这种紧绷的状况影响你练琴，是我觉得非常不好不划算的方法，大家要尽量避免。这里有活动力，所以手指稍微这样弹跳是正确的，因为它是柔软放松的就会弹跳。如果它这样子，就是不正确的。还有手腕的正确方向应该会微微的往上动一下，像这样，而不是这样子。
今天讲的就是大家要怎么样找一个放松的动作，来让你的代偿作用不要发生。我们下次要讲的是有关一些情绪面的策略，会分自己对自己的情绪状况，或者是家长对小孩的情绪状况，应该要怎么协助孩子。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帮我们点赞、订阅、分享给有兴趣的人，也祝福大家都可以学得正确、谈得开心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